1950年，王震将军从新疆赶到北京来参加会议。在这场会议上，王震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要求，他希望中央能够为新疆招募和分配10万女兵。新疆当时的建设很困难，生产问题、政治问题、民族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种时候要10万女兵去新疆，究竟意欲何为呢？其实这也恰恰是为了解决新疆的生产问题。1950年左右，毛主席对驻扎在新疆的官兵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那个时候的新疆百废待兴，由于长期遭受3座大山的压迫，又存在较为严重的民族问题，所以生产建设对于新疆来说是个大困难。王震在新疆一边忙着剿匪，一边要稳定政局，另一边就要忙着让新疆的生产建设走上正轨。新疆的劳动力是严重匮乏的，而且生产模式也极其落后，所以在这种时候，千千万万来到新疆的解放军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生产任务。他们在新疆开垦拓荒，为新疆日后的繁荣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王震就是这支生产队伍的领头羊，他当初带着几万大军进驻新疆，给毛主席下过保证，我想走屯垦戍边的路子，我们一手拿枪，一手拿号，我们不要国家的军费。听了王震这句话，毛主席心里也有了底。其实当初毛主席选择王震前往新疆，就是因为王震有着丰富的生产建设经验。当年大名鼎鼎的南泥湾也是在王震的领导下，从一片荒芜变成了塞上江南。而新疆的面积比南泥湾更大，反动势力更为猖獗，所以王震即将面临的是个巨大的挑战。在进入新疆之后，王震便按照自己原先确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先是出动了大规模的兵力进行剿匪，活捉了新疆匪首乌斯满，平定了新疆的政治环境。随后王震便决心带领战士们投入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当中。可是王震的号召一下达，却有不少战士都愣在了当场，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新疆的自然条件实在是战士们没有见过的。这里的气候变化无常，而且又存在大面积的戈壁荒滩，想要在这里种田开荒，恐怕比打仗还要难上1000万倍。战士们心里的顾虑，王震也清楚。但是这件事情关乎中国的100年大计，所以就是再难也得硬着头皮上。在动员大会上，王震指着新疆的界碑对大家高呼：同志们，看到那块石碑了吗？上面写着出师还一，那是说新疆苦啊，去了10个只能回来1个，今天我们给它改成出师还时，我们要扎根新疆。不只是鼓舞人心，在开荒的过程中，王震身先士卒。他给自己下了严要求，要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比战士们干更多的活。战士们开垦1亩荒地，他就要开2亩，起到带头作用。久经戎马的王震面对如此环境都不叫苦，战士们便更有干劲了。他们在戈壁滩上开始与大自然做斗争。那时新疆环境之恶劣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荒原上风雪交加，而且还有狼群出没。由于缺乏工具，很多荒地只能靠战士们用双手开垦，住的地方则是临时搭建的草棚子。许多战士们为了尽早完成任务，身上磨出了一排又一排的血泡，许多人甚至在这场艰苦的生产建设之中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在战士们巨大的牺牲之下，1年的时间里，他们开垦出了整整85万亩荒地。也由此开始，新疆不必再依靠中央的扶持，而是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新疆的粮食还能够供应到其他的地区。这是从未有过的奇迹，王震为此感到骄傲。可是这也仅仅是万里长征开了个头而已。即便是85万亩荒地的开垦成果，也不能适应新疆乃至于全国的需求。新疆依旧存在大量的戈壁荒滩。再者，即便田地建设初见规模，可新疆是需要长期发展的，肯定不能只靠种地。接下来新疆需要引入现代化建设，需要拥有自己的大城市，修建自己的铁路，需要自己的人才，而这些是一个更加浩大的工程。要实现这个设想，就更加离不开这些驻扎在新疆的士兵们。然而几万人的军队长期驻扎在新疆，在生活上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最让人头痛的就是战士们的家庭婚姻问题。有些战士在来到新疆之前就已经组建了家庭，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肯定是不利于夫妻感情的。虽然大家为了新疆都能够忍受分别之苦，但长此以往肯定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悲剧。所以为了解决战士们的后顾之忧，王震请求中央
为驻守在新疆当地的战士们推出了优惠政策，那就是凡是驻扎在新疆的官兵可以将家人们接来团聚，他们的家人在新疆享受政府的照顾。王震当时在新疆修建的大量学校、医院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这些战士们的妻子儿女来到新疆，能够分配到工作，能够就地入学，一家人都在这里，可以缓解战士们的思乡之苦。这是有家庭的，可是那些没有家庭的战士却更难办了。大部分人还是有组建家庭的需求的，所以王震采取延长探亲假的办法，让战士们有时间回家谈恋爱、找对象。那个年代，军人的待遇很高，是许多姑娘找对象的不二选择，所以许多战士们回家一趟，还真的顺利领来了结婚对象。但还有更多的战士在相亲的时候处处碰壁，虽然嫁给军人值得骄傲，但问题在于新疆实在太远，环境恶劣，也不知道嫁过来是种什么情况，许多姑娘不敢点头。如果在当地找对象，当时也是不被允许的。这主要是因为新疆的民族矛盾当时还没解决，如果部队的战士们和少数民族的女子大量通婚的话，将来可能又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了。所以当时部队还特意下了规定，禁止战士和当地少数民族妇女结婚。这样一来，驻扎新疆的单身战士们可选择的范围就更小了。一大批常年单身的战士在新疆，思乡之情难免被无限放大。再说，没有一个家在新疆，那始终是扎不下根来的，将来又谈何建设呢？王震为此非常发愁，最后他认为内部问题还是得想办法在内部解决。军营里有男兵有女兵，这些青年男女在部队里组建家庭是最方便的，可是在新疆生产建设的部队里，女兵的数量实在是少之又少。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震才特意向中央提出，希望能够增加新疆的女兵数量。同时为了落实这件事情，王震希望干脆在社会层面上进行招募。毛主席和周总理商议之后，认为王震提出的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可以同意女战士们去到新疆。他们不只是能够安家扎根，而且新疆那些学校、医院、棉纺厂也的确有很多岗位都需要女性。事情定了下来，王震立刻给自己老家湖南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今派雄黄同志去湖南，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龄18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已离婚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他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战士共同建设繁荣富裕的新疆。同时对于这些愿意来新疆参与生产建设的女战士，也给出了一定的优惠条件，同意他们在来到新疆之后接受专业的生产培训，表现突出的可以进入当地的俄文学校学习，也可以做拖拉机手或者棉纺织工，这些都是当年的热门行业了。在国家的鼓舞之下，全国的女青年表现出了极大的报名热情。其中王震的老家湖南就有8000人自愿报名前往新疆，后世将之称之为8000湘女上天山。当然再大的热情也是要面临现实的，这些被招募来的数万女兵最后并没有全部前往新疆，因为有一部分走到半路，发现条件之艰苦已经超过了自己的忍受能力，所以打了退堂鼓。而在当时，中央对于这些女兵的管束并不严格，本着自愿原则，能够坚持的去往新疆，不愿坚持的返回家乡。值得欣慰的是，绝大部分人还是坚持了下来，来到了茫茫戈壁滩上，投入到了新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之中。他们很快被安排在了新疆的纺织厂、骑兵团、学校或是文工团。为了让这些女兵的家人们也没有后顾之忧，当时凭借他们的军属证，女兵的家人每年可以向政府领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大批女兵的到来为新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部队非常积极地撮合军队中男女青年的婚恋。很快在戈壁滩上，一大批新的家庭诞生了。而后来人们也把这第一批援助新疆的女战士称作是新疆建设兵团的第一代母亲们。当然这些女兵对于新疆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组建家庭，与众多的男战士一样，她们为新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女兵们从自愿来到新疆开始，就知道自己要面临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她们非但没有退缩，而是纷纷主动找到上级要求，希望能够分配到石河子、哈密这些最艰苦也最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些女兵在来新疆之前，有不少只是年轻的学生，甚至还有一些是富裕家庭娇生惯养的小姐。但是
他们所有人的表现都对得起身上这一身军装。和第一批来到新疆的战士们一样，女兵们承受了繁重的生产任务，往往是天不亮就要起床。为了节省时间，他们的劳动工具几乎就放在枕边，听到哨声立刻穿好衣服，抓起工具就冲出门外，几乎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由于那时候的新疆匪患依旧没有被彻底扫除，所以大部分女兵参与了战斗培训和医疗培训。许多人生产的时候，一手拿钢枪，一手拿锄头，真正做到了巾帼不让须眉。还有一些参与了新疆援建的女兵，并没有将脚步止于新疆。很多人在参与完新疆的剿匪任务之后，又连续参加了后续的西藏剿匪。就连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也有很多女兵就是来自于当初的新疆援建队伍。这一批女兵从懵懵懂懂的年轻人，逐渐成为了新疆生产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绝大部分人也都埋骨于天山脚下，永远融入了这片他们为之奉献过的土地。多年之后，那些曾经建设过新疆的女兵们回忆起那段岁月，脸上的神情依然是激动的。他们并不否认当年的生活很艰苦，当初他们这些年轻人面对这样恶劣的条件，心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动摇。但到最后，他们未曾后悔过当年的决定。来自湖南的郑培兰老人谈起当年的援建岁月说，我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我当兵到新疆来了。另一位湖南女兵谭曼君则说，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融入进祖国的需要，就会觉得特别幸福，特别自豪，特别有使命感。为了祖国无怨无悔，这是当年所有援疆女战士的心声。她们把自己的青春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新疆的事业。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第一代援建新疆的女兵们老去之后，他们的子孙依旧留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参与着新疆的生产建设。当年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士们，最终融入了新疆，成为了真真正正的新疆人，在新疆留下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